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今天早上呢，看到 Strategy 的 announcement， 他们又卖出了3588枚的比特币。消息一出来，市场立刻有所反应，比特币应声跌到了6万2以下。Strategy 卖币这件事呢，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因为前面的那期视频我们已经讲过了 ，Strategy 的公司正在从一个传统的比特币的大的买家向比特币银行做转变。但有意思的是，我给 Michael Saylor 算了一笔账，发现过去的这1个月里边 ，Strategy 一边买入比特币，又一边卖出比特币，然后呢，最后算下来，公司净增加的比特币这1个月一共是69枚，而这净增加的这69枚的比特币 ，Strategy 前后多投入了大约是20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换算一下。如果你只看最终的那么一个结果，那么这69枚新增加的比特币隐含的成本是每枚28.9万美元。当然，这个不是说 Saylor 真的以28.9万美元的价格去市场上买了69枚的比特币，而是把这一轮的买入和卖出合在一起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但问题是 Saylor为什么要在更高的位置买入，然后呢，又在更低的位置去卖出？他不会交易了吗？还是说 Saylor 已经被熊市给搞傻了？我觉得这里边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一直在用一个散户的眼光去看 Saylor， 但你不要忘了 ，Saylor 他其实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长，他现在正在从一个董事长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公司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我们先把最近的时间线摆出来，看看过去的这1个月 Strategy 都干了什么。6月初 Strategy 卖出了32枚的比特币，平均价格是77135美元，然后呢开始连续的买入。6月8日买入1550枚，15号买入了1587枚，22号又买入了520枚，连续3周一共买入了3657枚的比特币。接着呢，方向突然反过来了。6月30号 ，Strategy 卖出了1363枚，7月6号再次卖出2225枚，2个星期一共卖出了3588枚，3657减去3588，正好是69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交易员，当你看到这个交易记录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在干什么呢？高买低卖，忙活了1个月，多了69枚的比特币，然后呢，亏了一大笔钱。之前呢，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个散户的眼光去看 Saylor，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在高位买入，低位卖出，在整个6月份瞎干，然后还亏了一大笔钱。但是如果我们从 Saylor 的位置去看，从一个董事长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就不只是一根交易图上的 K 线，而是比特币、现金储备、融资成本、股息义务、债务利息，还有整个资本市场对 Strategy 的信用。交易员的视角和董事长的视角所看到的东西完全是2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散户，你可能会问，这笔比特币的买卖到底是赚了还是亏钱了？但一家上市公司会问，我现在手里的资本放在哪儿是最有效的？是继续买入比特币呢，还是增加现金？是发行股票呢，还是发行优先股？是继续融资呢，还是卖一部分的资产，先把资金的缓冲做得厚一点？所以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说 Saylor 买贵了多少，卖便宜了多少，而是今天的 Strategy 为什么需要这样来调动它的资产？过去我们理解 Strategy 其实很简单，融资买入比特币，股价上涨继续融资，继续买入比特币。那个时候呢，我们分析 Strategy 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 ，Saylor 今天又买入了多少比特币？但今天呢，它的资本结构规模照4年前已经扩大了10多倍 ，Strategy 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叠加了越来越多资本的工具。它有普通股、债务，还有不同种类的优先股，有现金储备，还有固定的股息和利息支出。
这个意味着 Saylor 现在要管理的已经不是一个巨大的比特币的钱包，而是一整套的资本结构。我们上期视频里面谈过 Strategy 最近的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数字信用的资本框架。公司现在要管理的包括美元的现金储备、STRC 的股息、优先股的回购、MSTR 的回购，以及比特币的变现。注意最后一个词儿，比特币的变现。这个意味着过去那条单向的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主要是美元进入，比特币增加，现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是比特币减少，现金增加。所以这个是 Strategy 公司经营方式的转变。那为什么现金突然变得很重要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天的 Strategy 必须要支付越来越多的钱，最典型的就是 STRC。现在 STRC 的年化利息已经来到了 12%。这类投资者和比特币的持有者完全不是一种人。比特币的 holder 我可以说跌了我没有关系，我再等4年。但优先股的投资者他不会这么想，他买这个产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拿到每个月的固定的现金收益，所以他更加关心公司有没有现金，股息能不能够按时按月的支付，这个产品还有没有信用。这个也是为什么 Strategy 现在必须要保留大量的美元储备，因为今天的他不只是要持有比特币，他还必须保证现金流不断，股息能够继续支付，资本市场还愿意继续借钱给他。到这儿呢，如果我们从一个经营一家公司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一家公司可以一边相信比特币长期上涨，一边呢又在短期之内卖出比特币。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不能只考虑资产未来会不会上涨，还要保证今天的账单能够付得出来，明天的融资还能够继续。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 Saylor 在6月的买入和卖出的操作是在保护某一方的利益吗？到底是在保护谁呢？是比特币的持有人，还是 MSTR 的普通股的股东，还是说 STRC 的优先股的投资者？其实你会发现 Saylor 谁都没有保护，因为这几群人想要的东西完全就不一样。比特币的信徒希望 Strategy 最好1枚比特币都不要卖，这样呢才能够更加坚定 Holder 的信仰，让 Holder 更加坚定的持有比特币。Strategy 的股东呢，他们希望的是每股对应的比特币越多越好，这样我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优先股的投资者，他们希望的是现金，你必须得按时支付给我股息。在牛市里边，所有的这几方的要求都可以同时满足，因为比特币上涨， MSTR 涨，融资更加容易，所有人都可以分得到好处。但熊市一来，问题就来了，比特币下跌了，融资条件就会变差，但股息和利息却不会立刻的自动消失。这个时候呢，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就开始发生了互相冲突。所以现在 Saylor 的最主要的工作不是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人去保护，他的工作其实是在这些冲突里边做好资本的配置，确保整套的资本结构还能够继续运转，确保 Strategy 能够在熊市里边继续的活下去，而不是死掉。那么 Strategy 今天最重要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能看得到的当然是他持有的那84万多枚的比特币，但是它有另外一种隐形的非常重要的资产，资本市场的信用。因为 Strategy 能买到今天这么多的比特币，靠的根本就不是他公司自己的利润，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市场。有人愿意买 MSTR， 有人愿意买入 STRC 和其他的优先股的产品，只有这样 Strategy 才能够源源不断的拿到美元，然后呢再把美元变成它的比特币。所以当市场开始怀疑你的现金还够不够，你的优先股到底值不值得买，那么这台机器的效率就会立刻开始下降。这个也是为什么卖比特币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着 Saylor 看空比特币，它也可能意味着在某一个阶段，对于 Strategy 而讲，现金比增持比特币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先维持现金流和信用，未来资本市场的大门才可能继续打开。
所以我们回到开头，69枚的比特币，2000万美元，每枚28.9万美元。如果你把 Saylor 当成一个交易员，这个看起来的确是一种非常傻叉的行为。但如果你把它放回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的位置，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它管理的不是一笔或者是几笔的交易，而是比特币、现金、融资成本、股息义务和市场信用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接下来观察 Strategy 不能够只问它还会不会继续卖出比特币，真正值得观察的应该是 Strategy 还能不能继续以合理的成本融资，它的优先股产品能不能稳定，现金储备能不能覆盖未来的一个支出，资本市场还愿不愿意继续给这家公司出钱。因为对于 Strategy 来讲，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次的卖出几千枚的比特币，而是有一天这套融资体系不再运转了。但只要资本市场的大门还开着， Strategy 就还有机会继续融资，继续配置资本，甚至未来重新买回更多的比特币。但如果这扇大门给它关上了，那么他手里的84万多枚的比特币到底是最大的武器，还是最大的市场压力？可能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